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从四川嫁到台湾的姑娘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完，说不定对自己的婚恋观有所启发呢。我们的主人公叫小燕，是四川成都人，在一家外企做行政工作，虽然工作稳定，收入也还可以，但在寸土寸金的成都，买房子对她来说还是有点遥不可及。小燕长得挺标致，性格也开朗，追求她的人不少，但她总觉得身边的男生都太平凡了，心里一直憧憬着能嫁入豪门，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机缘巧合下，小燕在一次公司活动中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。阿伟比小燕大5岁，在大陆做贸易生意，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种成熟稳重的气质。第一次见面，阿伟就对小燕非常有好感，主动要了联系方式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伟对小燕可谓是猛烈追求，时不时送来精美的礼物，周末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，偶尔还会安排一些小惊喜。阿伟一直给小燕讲述他在台湾的公司和生活，展示他在台北的豪宅照片，让小燕心生向往。小燕，我在台北有一栋3层的别墅，还有几辆好车，如果你嫁给我，保证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阿伟信誓旦旦地说。小燕心想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豪门生活吗？她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偶像剧里，以为那里都是高楼大厦，生活奢华精致。虽然知道台湾跟大陆有些差距，但她认为嫁给阿伟这样的台湾豪门肯定不会错。在热恋3个月后，阿伟向小燕求婚了，并表示希望带她回台湾生活。小燕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，毕竟在她看来，这是一次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好机会。婚礼很快举行，规模不算大，但很温馨。结婚后，阿伟处理完大陆的业务，便带着小燕回台湾定居。然而，当小燕跟着阿伟回到台湾后，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大跌眼镜。阿伟家并不在繁华的台北市，而是在台中附近的一个小乡村。所谓的3层别墅，其实是一栋建于70、80年代的老旧3层农村自建房，周围都是农田和简陋的村舍，家里的装修也很普通，甚至有些陈旧，哪有半点豪宅的样子。阿伟，这就是你说的豪宅？小燕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是啊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房子，在我们村里已经算是很好的了。阿伟平静地回答。小燕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阿伟根本就不是什么台湾富商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农村小伙子，在大陆做点小生意而已。他所谓的公司，就是跟几个朋友合开的一个小贸易公司，收入也就刚刚够维持生活。更让小燕接受不了的是，阿伟的父母还住在这栋房子里，一家人要共同生活。台湾农村的生活节奏慢，设施也比不上他习惯的成都市区。每天清晨，公公婆婆就起床下田干活，饭桌上的菜多是自家种的蔬菜，简单朴素。小燕，快来帮忙摘菜。婆婆热情地喊道。我不会啊，我从来没干过农活。小燕尴尬地回应。小燕完全不适应这种生活，她习惯了成都的繁华和便利，习惯了随时可以叫外卖、逛商场、看电影，而在这个台湾小村子里，最近的便利商店都要开车10几分钟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发现自己对台湾的认知完全是错误的。她以为的经济发达的台湾，在这个乡村完全看不到影子。家里没有她想象中的高档电器，只有简单的家具和一台老旧的电视机。阿伟平时开的也不是什么豪车，而是一辆普通的小货车，用来运送农产品。小燕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，她觉得自己被骗了，被阿伟画的大饼给骗了。每天她都郁郁寡欢，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。阿伟，你当初是不是骗我的？你说你在台湾有豪宅有好车，现在呢？小燕忍不住质问道。我有说错吗？在我们村里，这确实是最好的房子了。我的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，但很实用啊。阿伟无辜地说。小燕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两人的认知差异这么大。阿伟眼中的好，跟他想象中的豪华完全是2个概念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燕越来越不适应台湾农村的生活。她经常跟阿伟吵架，抱怨这里的条件太差。阿伟也很无奈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小燕这么不满意。在他看来，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。你知道吗？
我在成都的朋友们现在都住高档小区，开豪车，周末去逛奢侈品店，而我呢，每天面对的是鸡鸭猪狗，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。小燕情绪崩溃地喊道，可是我们这里空气好啊，菜都是自己种的，没有农药，多健康。城市哪有这么好的环境？阿伟试图安慰她，但小燕根本听不进去。她开始在网上跟大陆的朋友们诉苦，说自己嫁到台湾后过得有多惨。朋友们都很惊讶，毕竟在很多大陆人的印象中，台湾应该是很发达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其实这就是认知差异啊。台湾确实整体经济发达，人均 GDP 不低，但城乡差距也是存在的。就像大陆一样，北上广深的繁华跟内陆小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。台湾的台北、高雄等大城市确实很现代化，但乡村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条件跟大陆的农村也差不多，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大陆发展得快。小燕慢慢发现，婆婆虽然每天干农活，但她其实是个心灵手巧的人。婆婆会做各种台湾传统小吃，像是葱油饼、蚵仔煎、卤肉饭等，味道特别好。公公虽然看起来朴实，但对农业知识了如指掌，种出来的蔬果特别新鲜可口。有一次，村里举办庙会，小燕被迫跟着全家一起去。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庙会上的气氛非常热闹，有传统表演、小吃摊，还有各种有趣的民俗活动。村民们都很热情，主动跟她打招呼，送她自家做的糕点和水果。小燕，这是我做的凤梨酥，尝尝看。邻居阿姨笑眯眯地递给她一盒精致的点心，谢谢阿姨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小燕礼貌地接过，尝了一口后，小燕惊讶于这手工点心的美味，完全不输给她在成都买过的高档糕点。慢慢的，小燕开始对这个小村庄有了新的认识。她发现，虽然这里物质条件简朴，但人情味很浓，村民们生活得很有质量。每天吃的虽然简单，但都是新鲜健康的。虽然没有高楼大厦，但蓝天白云、绿树青山的景色也很美。虽然没有繁华的夜生活，但每天早睡早起，身体反而更健康了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小燕心里还是放不下对城市生活的向往。她开始想方设法要说服阿伟搬到台北去住。阿伟，我们能不能搬去台北啊？你可以在那边找工作，我也可以找份事做，两个人一起奋斗，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小燕提议道。去台北，那里房价多贵呀，我们哪买得起房子？而且爸妈年纪大了，需要我们照顾。阿伟摇摇头，小燕不死心，继续劝说，那我们先租房子住吗？总比在这荒郊野岭强啊。阿伟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小燕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在台北，我们可能连温饱都成问题。你知道台北的房价有多高吗？比北京、上海还贵，一个普通的公寓都要几千万新台币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钱？小燕这才意识到，台北的生活成本之高，超出她的想象。她开始上网查询台湾的经济数据，发现台湾虽然整体经济不错，但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如大陆快，年轻人面临的高房价、低薪资问题非常严重，特别是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，一个小小的公寓动辄就要上千万新台币，而普通上班族的月薪也就3、4万新台币，想要靠自己买房几乎是天方夜谭。相比之下，虽然大陆的一线城市房价也很高，但整体经济活力和发展机会要多得多。小燕越想越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太草率了，她既不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，也没有考虑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就这样，1年过去了，小燕和阿伟的婚姻危机越来越严重。终于有一天，小燕忍无可忍，跟阿伟提出了离婚。阿伟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性格不合，价值观也不同，还是分开吧。小燕直截了当地说。阿伟虽然难过，但也明白两人确实存在很大的分歧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是你回大陆后怎么生活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不用你操心。小燕倔强地说。就这样，小燕和阿伟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临走前，公公婆婆依然对她很好，给她准备了很多自家种的水果和手工点心，让她带回大陆。小燕啊，虽然你和阿伟缘分已尽，但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，以后有困难随时可以回来。婆婆含着泪说。这番话让小燕很感动，她这才意识到，虽然物质条件简陋，
但阿伟一家人的真诚和善良是多么可贵。带着一丝愧疚和不舍，小燕还是决定回到成都。临行前，阿伟塞给她一个信封，说是1点路费，让她路上用。小燕本想拒绝，但看到阿伟诚恳的眼神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回到成都后，小燕才打开那个信封，里面居然有50万人民币。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！小燕惊讶极了，她完全没想到阿伟家里还有这么多钱。带着疑惑，小燕给阿伟打了电话。阿伟，这么多钱，你哪来的啊？小燕忍不住问道。电话那头，阿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其实我们家在台中有几块地，前段时间刚好被政府征收了，赔了一些钱。这些钱本来是打算给你做嫁妆的，既然我们离婚了，也就当做分手费吧。小燕听完更加疑惑了，如果阿伟家里有钱，为什么还要过那种清苦的生活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小燕联系了当初介绍她认识阿伟的朋友。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阿伟家在台中可是有名的地主啊，他爷爷留下好几块地，现在值不少钱呢。只是他们家一直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，不喜欢铺张浪费。朋友透露道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小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朋友继续说，阿伟他爸还是台湾一家大型农产品公司的股东呢，每年光分红就有上百万新台币。他们家虽然住在农村，但资产估计有上千万新台币吧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小燕整个人都傻了。她这才明白，原来阿伟真的没骗她，他确实家境不错，只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跟他想象中的豪门完全不同。在台湾，特别是农村地区，许多有钱人家都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，他们不炫耀财富，不大肆消费，而是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家庭和睦。这种有钱不露富的观念，在物质至上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。小燕开始回想起在台湾的日子，那些她曾经嫌弃的简朴生活，其实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智慧。阿伟一家虽然生活简单，但他们重视家庭，尊老爱幼，勤俭持家，这些传统美德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。更让小燕感到愧疚的是，她想起阿伟其实一直都很照顾她的感受。刚到台湾时，见他不习惯农村生活，阿伟特意买了很多现代化的小家电。知道他爱吃火锅，经常开车带他去镇上的火锅店。看他想家，还专门为他订了从四川空运过来的零食。我真是瞎了眼啊！傍着这么好的老公不要，就因为他家不够豪华。小燕懊悔不已。此时，小燕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和无知。她盲目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，却忽视了真正的幸福是什么。金钱固然重要，但家人的关爱、生活的踏实、心灵的富足，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。小燕决定再次联系阿伟，她想道歉，想挽回这段婚姻。然而，当她再次拨通阿伟的电话时，却听到了另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。小燕，其实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阿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。什么事？小燕紧张地问。我家真正的产业不在台湾，而是在日本。我爷爷当年在日本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，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。我爸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，资产至少有几亿新台币。阿伟平静地说。小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要装作普通人的样子？因为我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而不是爱我的钱。阿伟叹了口气。我故意没有告诉你家里的真实情况，就是想测试你是否能接受普通的生活。可惜你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小燕顿时泪如雨下，她这才明白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爱她的丈夫，还有一个真正的豪门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太过看重表面的光鲜亮丽，忽视了真正的情感和生活品质。阿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小燕哽咽着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阿伟最终轻声说，小燕，缘分已尽，就这样吧，祝你幸福。挂断电话后，小燕彻底崩溃了。她终于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，一个深爱她的人，一个真正有内涵的家庭，以及一种淡泊宁静却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悟。首先，我们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，
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有钱人未必住豪宅、开豪车，朴实无华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惊人的财富。其次，两岸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经济和文化的差异。台湾整体经济发达，但近年来增长速度确实不如大陆迅猛。台北等大城市的房价极高，年轻人面临高房价、低薪资的困境，而农村地区虽然物质条件简朴，但生活品质和人情味却很浓厚。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需要考虑的现实因素。最后，婚姻不是买卖，不能只看条件而忽视感情。小燕最终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隐形富豪，更是一段真挚的情感和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。希望大家在择偶时能够看重对方的品德、性格和三观，而不是盲目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讲的故事，请记得关注我、点赞转发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